哟！今天这个活在没有看周围的情况下，心里一想，今天这个活肯定要泡汤了。我们这个6轮小挖机拆这种3层楼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。当我们把周围的情况一看，才发现这个房子的后面有个1层楼高的平台，而且这个平台还挺大，后面的地都是东家的，都可以随便挖。3层楼的房子瞬间变成2层楼，难度系数从100直线下降到50，所以今天这个活呀，我们才敢接。我们把挖机开上来就直接开始拆房子。虽然我不是专业的，但是大小的房子也拆了很多。每次拆房子我就有一个习惯，斜着开始拆。如果右边地势平顺，我们把挖机站位到右边，开始拆这个角落是再好不过的，这样能大幅减低挖机被砸的风险。挖机站到这个角落其实也可以拆，只是我们在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把挖机面前的这一块墙拆倒了就行。右面的墙拆完了，我们就拆左边的。现在这个站位挖机的右边离这个墙很近，但是我们右边那个墙已经拆了，就算上面塌了一点也不会砸到我们的挖机。每次我们拆房子就有很多老铁说，这么好的房子拆了真可惜，把里面装修一下照样可以住。其实大家不知道，这个房子起码有20-30年了。以前他们砌的这个砖用的是窑胶灰，是非常的不牢固的。楼面不像现在用的是预制板，以前这个楼面用的全是水泥板，再加上常年无人居住，这个房子早都是千疮百孔了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东家在外面打拼了大半辈子，挣到钱了，是时候为自己老年生活有个落脚点做打算了。我们把2、3楼后面的这间房子拆了之后，前面的拆不到了。这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直接往前走去拆前面的，一定要把楼9的这一层也全部拆掉，不然我们到时候在拆前面的时候忘记下面是空的，然后挖机往前走，到时候挖机掉下去那就尴尬了。我们把底楼拆完了，然后我把小背伸出去试了一下，看看前面能不能拆。这个时候真的恨不得这个小背多出来1-2米，一下子就把这个墙推倒了。大家不要急，不要慌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我们先把左边这一点先把它拆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，我们在拆房子的时候，中间这一间是楼梯间，所以中间这一间的渣子要比两边多很多。我们就把两边拆下来的渣子全部把它堆到中间。我们要想把前面拆下来，就必须把这个平台这条路往前搭个2米左右，才能拆到前面。平台搭好，我们就把挖机往前开，直接去拆前面这一间。前面这一间我们基本上拆的差不多，只剩一面墙了。但是那个墙的前面还有一个阳台。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小背感觉又不够用了，前面又拆不到了。难道说我们又要像之前一样往前面搭平台吗？No， 开了这么年的挖机，干活经验还是不少。在这里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干活的小方法、小技巧。目前我们的问题就是小背不够长，前面拆不到。大多数同行第一反应就是继续往前面搭平台。在这里我就用了一个小方法、小技巧。我们在边上找了一块水泥板，然后利用水泥板的长度，用斗往前面顶，只要把前面那块墙顶倒了就可以了。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？方法是好方法，但是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。哟！这脸是打得啪啪响危险操作，大家请勿模仿。最后这一下我还特意把兔儿档打开，脚踩到行走上，在倒的最后一瞬间迅速的收小背打方向，还是没有躲过。看没，油缸没着，打到这一块了，干净的很。肯定还有老铁没有看清楚，在这里给大家放慢看一下。这堵墙的砖块刚好掉到我们挖机上的工支架和斗背上，上面掉下来的瓦片就砸到了油缸外壳。好在当时我们的小背基本上呈90度，砖块没有砸到油缸。
大家千万不要艾特陈老六，不然到时候他又说我不姓李，活该。我们把最远、最危险、最高的全部都拆完了，剩下的呀就比较简单了。拆了之后啊，我们顺便帮东家把这个柴火跟它哈到一边去。我们在下去的时候啊，顺便把上面这个平台上面掉的很多砖块啦，全部跟它扫下去，到时候我们挖机就不再上来了。今天拆的这个房子啊，我们是有惊无险的，总算把它拆下来了。虽然有点小纰漏，但是呢问题不是很大啊，也算是安全的拆下来了。最后我们把这些柴呀全部哈到一边去，让东家把它捡走。这么多柴钉在这里，其实我们到时候装车这些也不好装。东家带来的捡柴啊，我们偷偷的看一下，东家给我们封了多少红包。今天我们跟大家看一下，1包烟1个红包啊，1包烟1个红包，看一下。20块钱啊，20块钱，还是新票子，可以啊。又有1包烟。上个视频我们拆这个房子的时候啊，由于操作失误啊，预判错了，导致啊这个砖块打到了斗背。然后有很多老铁说，我们在拆的时候为什么不往右边打旋转，不收小背？大家请看一下，我们每顶一下，我还刻意的往右边打了旋转，收了小背。但是当我们最后顶的那一下，方向其实我们也打了，小背也收了，但是还是没来得及。我们在顶的时候，这个斗还在这个位置，当砖块掉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斗已经移到这个位置了。老铁们，你说我当时有没有做动作？我不可能说砖块倒下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只是呢这个砖块掉下来的速度啊超过了我的预判，所以就导致这个砖块砸到了一下斗背。还有老铁吐槽东家给的红包比较少，说东家抠。其实这个红包啊多少无所谓的，主要是讨个喜庆。之前呢我也拆了很多房子，但是给红包的真的不多，兄弟们，有个红包都已经很不错了。至于那些说我技术差的，我不反驳。开头啊我就说了，我拆房子我不是专业的。问道有香后，术业有专攻。棒哥365天有300天都在挖鱼塘，陈师傅365天有300天都在挖3.3米，他们这个就叫专业。我呢就属于那种比较杂的技手，啥活都在干，啥都会一点。入行14年，有10年都在干香活。我们把拆下来的建渣清理走，然后把场地平整出来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挖基础槽和基坑。之前我们挖建房场地都是先挖基坑，当把基坑倒好了，然后再挖基础槽。我们老家这里的干活流程就是这样，而外省呢，基本上都是基坑和基础槽一起挖。那这两种干活流程有什么区别？第一种只挖基坑，这样啊，我们挖起的泥巴呀有地方堆，5基里面空间就比较大，后期工人往里面运输混凝土的时候就比较方便。缺点呢就是工人要多分一次线，然后啊多费一点时间。如果基坑基础槽一起挖，这样啊好处就是能节省一点时间，缺点呢就是挖起来的泥巴呀就特别多，把地基里面每个空间呢都堆满了泥巴。后期不管是挖机还是人工往里面运输混凝土的时候就比较费时费力。今天这个工头啊是从外地刚回来没多久，他的选择呀就是基础槽和基坑一起挖。一起挖的话，我们在挖之前呢一定要先看好，先挖哪条线后挖哪条线，不然到时候我们挖了挖机出不来，那就尴尬了。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退路留好，之前我们挖过的槽，挖机不能在上面碾压就行了。今天这个地基本身很简单的，但是这个工头画的这个线呢看着比较复杂了，本身只画一条线的，他非得给我们画了2条线。在发线之前还特意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这个斗有多宽，我说我们这个斗挖出来差不多有80，他放线啊给我们放了有1米宽，反正我们就挖2条线的中间就行了。地基草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里面呢不是很复杂，我们第一条线就是挖的最里面，然后再从边上这样挖出来，最后啊才开始挖中间。我们在挖的时候2条线的交汇处挖个基坑就行了。
右边这个矮房子，东家临时决定要把它拆掉，要在这里建一个火房。火房的地基和这个正房的地基啊要连接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房子想给它拆掉。但是拆呢，我们只拆一小段，以这个门为点，左边的把它拆掉，右边的就不需要拆了。这个我们2、3下就把它拆了，然后把多的砖块了全部把它堆到上方去。因为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基坑，有个基础槽，这个基坑刚好在以前这个老化粪池边上，一挖这个老化粪池的污水啊就全部流过来了。中途我和这个包工头闲聊了一下，东家想在这里修一个三合院。我们现在挖的所有基坑，东家要全部倒立住起来，然后在上面浇混凝土，在混凝土的上方再盖三合院。下面这一层呢就相当于是地下室，全部抬空。后期有机会再给大家看一看东家修好房子的整个效果。两边的基础槽我们都挖完了，就最后这一条啊刚好挖到以前老屋基上面的牵梁上，挖出来了很多石头。但是这个石头后期还是有用的，到基坑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全部利用起来，这样啊也能节省一些混凝土。今天这个活我们就干完了，兄弟们。